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与我们每个人类都息息相关的话题——衰老。每次做这类信息量大的科普话题前，都需要精心选出重要完整的信息，还要用通俗有趣的语言来让大家真正明白衰老的根源是什么。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会分上下两集，大家耐心看完到最后会明白为什么有人老得快，有人老得慢，为什么有人养生保健仍英年早逝，而有人抽烟喝酒却长命百岁，还有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抵抗衰老。我们先从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开始。小豆是一只小小的柴犬，出生时只有巴掌大小，毛茸茸的，闭着眼睛依偎在母亲的身边。佐藤健太是一位家住在日本奈良县的25岁小伙。他第一次见到小豆时，他正笨笨地爬动，发出奶声奶气的呜呜声。健太轻轻地把他抱起，感受那柔软的体温和微弱的心跳。几周后，小豆睁开了眼睛，开始歪歪扭扭地学走路，不时跌倒，又顽强地站起来。健太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小豆，因为它圆滚滚的，像一颗毛茸茸的小豆子。小豆2个月大时，已经是活力爆棚，喜欢在屋子里到处乱跑，咬着健太的鞋子、沙发垫子。小豆还特别喜欢咬健太最爱的袜子。每次被发现，小豆都会装出一脸无辜的表情，让健太哭笑不得。到了6个月大，小豆迎来了他的第一次散步。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东闻闻，西瞧瞧，看见落叶飘下就忍不住跳起来去追赶，风吹动草丛，他也会扑过去看个究竟。每次散步回来，他都趴在门口喘着气儿，尾巴还不停地摇着。小豆1岁了，已经是个精力旺盛的少年柴犬了。他变得越来越聪明，学会了坐下、伸手、躺在地上装死等各种动作，甚至还能在健太喊他名字的时候猛地跑过来。他最喜欢的游戏是捡扔球，他会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把球叼回来，再兴奋地等待着健太下一次把球扔到远方。3岁时，小豆的毛色变得更加浓密光亮，肌肉结实，活力十足。每天清早，健太都会带着他去公园跑步，小豆就像一阵风一样穿梭在草地上，有时候还会调皮地去逗逗其他狗狗。5岁时，小豆依然活力满满，但健太渐渐发现他变得更加沉稳了。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追着每一片飘落的叶子一阵风地跑，而是更喜欢静静地坐在健太身边，看着日出日落。有时候健太加班回家晚了，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门口等着，一见到他就兴奋地摇着尾巴。8岁的某一天，健太带着小豆去公园，发现他跑了一会儿就开始喘气，步伐也没有以前那样轻松了。健太意识到小豆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精力无穷的小狗狗了。9岁的小豆开始有些白毛了，尤其是嘴角的地方像染上了一层银霜。他的步伐慢了许多，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停下来，眯着眼睛晒太阳。他不再追逐健太扔出去的小球了，而是更喜欢趴在健太脚边，享受被轻轻抚摸的时光。健太开始改变小豆的饮食，给他更柔软的食物，而且经常带他去检查身体，生怕小豆的身体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出现。11岁，小豆的关节开始退化，行动不再灵活了，走楼梯还需要健太抱着。以前最喜欢的散步，现在变成了短短几分钟的慢行，每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在家里，健太为他准备了一个柔软的垫子，让他平时能够舒舒服服地躺着。12岁，小豆的听力变差了，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常常没反应，只有当健太走近抚摸他时，他才会抬起头，露出温柔的眼神。健太心疼地抱着他说：“没关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13岁，小豆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开始吃得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健太开始担心起来，他知道小豆的时间不多了。他每天都尽量陪伴在小豆身边，轻轻地抚摸他，跟他说话，
给他讲过去他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14岁那年冬天，小豆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安静地离开了。他躺在健太的身边，像是睡着了一样，嘴角轻轻地翘起，仿佛正在做一个美梦。健太紧紧地抱着他，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轻轻地说道：谢谢你，小豆，谢谢你陪了我走了这么多年。健太把小豆的骨灰撒在了他们最喜欢的公园里，那里有小豆曾经奔跑过的草地，有他追逐过的落叶，还有他们一起度过的无数个早晨和黄昏。在小豆的故事里，我们见证了一只可爱的柴犬小豆整个生命全过程，由生命的开始、生长发育、成熟、衰老和死亡。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而引导生命终结的是衰老。那么什么是衰老呢？衰老是指生物体在生长和发育到成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逐渐退化，最终导致死亡的过程。在这么温馨愉悦的生命乐章中，怎么会有衰老这种变奏呢？衰老是不是生命里的一个缺陷呢？在进化生物学中，衰老是一种生物适应环境的策略。在大自然中，生物繁衍生生不息的目的是为了基因的延续。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指出，大自然只是在乎基因的传递，生物只是基因的载体，而生物的一切行为最终目的是自我复制和基因的延续。蜉蝣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亿年，比恐龙还要早5000万年。尽管它们经历了许多地球的各种巨变，今天仍然生活在全球各地。蜉蝣的幼虫生活在水中，通常持续数年。这一阶段是蜉蝣幼虫的成长期，一旦成熟变成昆虫的蜉蝣通常只有几小时到1天的寿命。蜉蝣的成虫主要的任务是繁殖，常被称为短命的昆虫。首先，蜉蝣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从水下生物蜕变成了有翅膀的昆虫，展翅飞出水面。最先离开水面的先行蜉蝣大多成了捕猎者的大餐。不过，大自然设计出的一套解决方法就是以数量取胜。成千上万的蜉蝣在空中飞舞，前赴后继地喂饱了捕猎者，换来了一些喘息的时间。同时，蜉蝣再次蜕皮，成为了一个成熟的蜉蝣。大自然对生物的设计是一点都不浪费的。成熟的蜉蝣是没有嘴巴和消化系统的，完全靠之前储备的能量存活。蜉蝣奋力地飞向天空，寻觅佳偶，完成传递基因、繁衍后代的任务后，快速衰老，最终精疲力尽地落在水面上。这时，雌性蜉蝣会在临死前排出大量卵子，它们在生命即将终结之前，完成了自身基因的延续。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大自然的选择最优先的是基因的成功传递，而非个体的长寿不衰老。因此，进化过程中倾向于选择能够对繁殖有利的策略，而不是发展生命个体中的抗衰老和延长寿命。在自然界中，不同的生物物种表现出来不同的生命周期策略。像蜉蝣这一类的昆虫、小型鱼类、啮齿类动物等，大自然给它们的生存策略是在短时期内快速繁殖，产生大量后代，但个体寿命较短。大自然这个设计师是一点都不浪费的，会使这些生物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繁殖上面来，而不会浪费资源在个体的抗衰老和长期生存上。就如蜉蝣为例，成熟期的蜉蝣连口和消化系统都没有，所有的资源投入繁殖，繁殖成功后马上衰老死亡，1秒钟都没有多给，一点资源都不浪费。而像大象、狮子、牛、马这些大型动物，它们的生命周期较长，繁殖次数少，这类生物往往会投入更多资源用于生命个体的抗衰老修复和延长生存时间。大自然的目的是让它们能活长一些，多生点后代，养育保护好后代，使得每次生育繁衍的后代虽然少，但仍能成功的传递基因。这同时还要求这些动物终身生育，直到死亡。
也就是说，大自然的设计中，只有极少数生命个体在永久性失去生育能力后，仍然能继续存活的。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个体通常会在生殖能力衰退后，生命体机能迅速衰老，最终死亡。大自然很少能让失去繁殖能力的生物继续存活在这个地球上，浪费资源的。失去繁殖能力，特别是雌性生物，仍继续生存的动物非常罕见。目前科学研究确认的只有人类和少数的鲸豚类动物。这些生物在失去生育能力后，身体仍能够自我修复和抗衰老而继续存活一段时间。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大自然是不会浪费资源的。就以人类为例，男性人类是终身拥有繁殖能力的，而年长雌性人类虽然失去繁殖的能力，但大自然还是可以让雌性人类将资源投入到后代和孙辈的照顾上，从而渐渐地提高基因的延续率。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衰老和死亡一样，是大自然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那到底大自然是如何控制我们的衰老的呢？大自然把如何控制人体生长、发育、运作的所有信息写进了 DNA 这本生命说明书里，而染色体就像一排排书架，每个书架放着几本 DNA 的书，基因就是书中的章节。大自然把一个生命计时器放在了染色体的两端，这个生命计时器就是端粒体，而染色体这个书架就放在细胞里面。每次细胞分裂都会尽可能的参照染色体书架上的生命说明书，也就是 DNA 的要求进行复制。每复制一次，生命计时器的端粒体就会短一些。等到端粒体短到没有了，也就是这个计时器清零了，细胞就不再分裂，进入了衰老并最终凋亡。这就是大自然在人类身上设定的衰老机制，防止我们长期生存，永葆青春。衰老对于我们个体来说是个灾难，但对于整个人类族群来说，确实是最有利发展的防野策略。当有人问伊隆·马斯克使用什么抗衰老技术时，马斯克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抗衰老技术，人类就应该死去。”他认为死亡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因为它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和社会的更新。在2021年12月的一次采访中，马斯克说：“死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大多数时候人们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他们的主意只有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如果人人都长生不老，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僵化的社会，导致新想法无法成功。”现在我们知道了，人的衰老是写在了生命说明书 DNA 里面的，是不可避免和不可回避的人生过程。那么到底这个衰老的剧本是如何安排的呢？我们先从衰老的最基本推动者开始了解。衰老的最基本推动者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体由数万亿个细胞构成。人的机能衰老的本质就是细胞的衰老，也就是细胞的功能退化了。随着年龄增长，细胞会经历以下的老化现象。首先是端粒在一直缩短，端粒这个细胞生命计时器会一直滴滴滴的倒计时，直到计时器归零，细胞时间到，衰老至死亡。接着是 DNA 损伤的积累，也就是说 DNA 这笔生命说明书变旧了，错字越来越多。细胞每次分裂时都会重新抄写一次 DNA， 每抄写一次就会有机会抄少了一些，这就导致细胞复制时出错，衰老细胞增加。这些体现在人体上，就会出现皮肤松垮、皱纹增加、肌肉松弛、骨头密度降低、思维迟钝、记忆力下降。如果细胞在抄写 DNA 时不小心写错了字，例如 A 写成了 B，就会导致细胞突变，例如抄错了 DNA 里的肿瘤抑制基因，如 P53， 或者是原癌基因，如 RAS， 这就是细胞突变，细胞可能发生癌变。如果 DNA 这个生命说明书的页面在细胞复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缺页少字，那就会直接导致新复制出来的细胞无法正常工作，直接死亡。
细胞衰老的表现还有线粒体功能退化。线粒体是什么呀？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如果细胞是一个城市，那线粒体就是这个城市的发电站，负责提供电力能量给细胞。当我们吃下食物，如米饭、肉类等，它们会被消化成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这些营养物送到细胞后，线粒体会把它们燃烧，并转化为能量。能量通过身体血管这个运输管道被运送到身体各处。线粒体在燃烧营养物的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废气和水，也会通过呼吸、尿液等方式排出体外，就像电厂里的烟囱排放废气一样。当线粒体老化，就如电厂出了故障，导致身体供电不足，人就感到疲劳、没精神。另外，线粒体在燃烧营养物质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种特别废的废物，就是自由基。自由基就如街头的流氓，他们非常活跃，喜欢到处破坏和杀死细胞。不过，身体里有一套防护系统来处理自由基这些流氓分子，那就是抗氧化剂。抗氧化剂就如警察和清洁工一样，专门负责捕捉和对自由基的清理，防止自由基乱跑和减少它们对细胞的损害。但是，一旦线粒体这个电厂设备老化了，在燃烧营养物质的过程中产生的能量减少，而且大量冒黑烟，制造了许多自由基这些废物流氓，身体里原有的防护系统不堪重负，来不及清理增加的自由基这些暴力破坏分子，导致大量的健康细胞受到伤害，例如神经细胞受损，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疾病。自由基会攻击细胞里的 DNA、脂质和蛋白质，严重影响细胞的正常功能。而且自由基这些活跃的废物会通过激活免疫反应，导致低度免疫反应。免疫细胞在没有明显感染的情况下长期活跃，释放炎症因子，容易造成皮肤慢性湿疹、痤疮，影响脂肪代谢，导致体重增加。长期的炎症可以引发各类风湿性关节炎、动脉硬化等慢性病。慢性低度炎症会导致 DNA 损伤、基因突变，并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另一个细胞衰老的表现是蛋白质稳态失衡。等等，什么失衡？别着急，我这个频道的内容一定不会是抛大词汇、抄字典的。等我用人话和大家继续聊。想象一下，细胞就是一家工厂，专门生产蛋白质这类重要的产品。蛋白质种类众多，比如能让你强壮的肌肉蛋白，能帮助消化和新陈代谢的酶蛋白，能帮助免疫系统抵抗病毒的抗体蛋白等等。细胞工厂为了保证生产线的顺利运转，必须保持生产各部门的平衡。而刚才提到的蛋白质稳态失衡，就是指细胞工厂里的蛋白质生产线出了故障，导致健康受损。当细胞生产出太多蛋白质时，蛋白质仓库堆积，例如阿尔茨海默症中，贝塔淀粉样蛋白过量积累，形成了脑斑块，导致神经损伤。而生产太少时，也就是蛋白质不足，会使细胞运作困难，例如胰岛素不足会导致糖尿病，血红蛋白减少会导致贫血。当质量检测系统把关不严格时，生产出来的蛋白质次品太多，导致蛋白质质量下降。错误蛋白的积累会加重细胞的负担，使细胞更加衰老，功能下降。帕金森病中，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在神经细胞中累积，破坏了运动控制系统，导致震颤、僵硬和运动困难。细胞的衰老还表现在细胞通讯异常，也就是细胞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信息传递错误，细胞不能正常的互相协调合作，导致免疫系统紊乱、新陈代谢异常，甚至癌症等问题。例如在类风湿关节炎、红斑狼疮这类的疾病中，就是因为免疫系统的细胞通讯发生异常，免疫细胞错误地攻击身体里自身的健康组织，而不是外来的病原体。细胞的凋亡与清除能力下降也是细胞衰老的表现之一。这个就非常好理解，
细胞凋亡是指细胞会在检测到老化或损伤后主动自毁，以便为新细胞腾出空间，保证整体健康和功能的正常运转。细胞凋亡和清除能力下降，就像一个城市的废物处理系统出现了故障，垃圾堆积的越来越多，环境开始变差，甚至导致细胞的功能受损。同样，细胞无法清除废物或死亡时，身体的健康就会受到影响。癌细胞的出现通常与细胞凋亡失控有关。正常情况下，损伤或异常的细胞会通过凋亡，也就是细胞发现自己损伤到一定程度，或者出现奇怪的变异，就会启动自我毁灭的程序，自我死亡，并被清除。但癌症细胞却偏偏不想死，而且逃避凋亡，继续繁殖，最终形成了肿瘤。人的衰老一般开始于30岁，骨密度在30岁左右达到高峰，随后逐渐下降。大脑一般在40岁开始收缩，而体重开始增加。在45岁左右，视力开始出现老化，皮肤色素沉淀变深，头发变白等等。听到这里，各位忍不住要感叹一下，真是人老机器坏呀。那既然衰老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抵抗衰老呢？而且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衰老呢？下一集的抗衰老，我们一起探讨一番。我是33，谢谢各位观看我的频道33说一说。在这里，我会用真诚的来陪伴大家，用智慧看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好。制作不易，真诚不减。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关注，最好能把有共鸣的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人，让大家一起分享世界的美好。我们下集抗衰老再见。